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释古浩尔先生所著的《老后的生活真的很麻烦》这本书，希望能从中获取一些放松身心、轻松生活的启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没有开心的事也完全没关系；第二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说真话；第三，活到100岁的不幸；第四，人生自会顺其自然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没有开心的事也完全没关系。过去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总有一种应该这样的固定模式：接受健康检查，为了防止痴呆做脑力训练，做些轻度运动，注意饮食，遵守医生的嘱咐，按时吃药。这是一种偏于认真、近乎模范生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作者表示，最近情况似乎有些变化。现在老年论的主流观点是，老年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好，不必过于认真听取社会常识或医生的话。与其那样，不如遵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欲望去生活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不活得快乐些就太可惜了，这是现在的想法。作者也说，自己基本赞同这种观点，因为自己退休后也一直认为，做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，随本人意愿就好。不过，作者又说，观察世间百态，还是感到有些违和。电视、书籍、杂志上介绍的，尽是些精神矍铄、积极向上的老年人。有老太太说，现在的老年生活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药品和保健品的广告里，老年人轻快地上上下下楼梯，健步如飞。但作者说，看到这样充满活力的老人，自己却不太会产生我也要加油的想法。事实上，过了70岁，身体一下子衰弱了许多；过了75岁，气力也逐渐下降。虽然还在骑自行车，但风大的日子就不想骑了，走路超过1万步也会觉得吃力，而几年前2万步都没问题。就这样，他感到身体在一点一点的变化。因此，对于健康快乐的长寿这样的说法，他不太能感受到现实感。与其那样，不如像被风吹拂的草一样，平静地度过就好，只是活着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他是这么觉得的。然而，社会却不肯轻易地放任你老去。总有人对你说，要是发呆的话会痴呆的哦。大家都在享受晚年呢，你也要享受人生，不然就亏了。这些话翻来覆去地说。每当这时，作者说他就忍不住想发火，烦死了，让我安静地老去吧。作者说，即使每天没有开心的事，人也能好好的活下去，这就是78岁的自己的日常。虽说并非完全没有纯粹开心的时候，但总是开心，每天都超级开心，这种事根本不可能。作者现在期望的是与昨天一样的平静今天，与今天一样的平静明天，这样持续下去，这才是终极的幸福。他如此说道。如果在此之上还有开心或高兴的事，那已经是幸运了。所以，不必勉强去寻找开心的事或幸福。接下来第2部分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说真话？健康长寿到100岁，尽情享受剩余人生。翻开电视、杂志、书籍，介绍的都是这样精神矍铄的老人。当然，无论80岁还是90岁，确实有很多精神饱满的人。作者说，希望这些人就那样快乐地度过晚年。但另一方面，实际上也有很多并非如此的老年人，有身体的问题、金钱的问题、心理的问题，有人在各自的环境中，带着各自的难处生活着。作者也写道，自己要说的话也属于这一边，所幸没有严重的问题，但小小的不便却有很多，尤其是腿脚变弱了。所以，并非每天都快乐，也并非想要过得快乐，只是活着，这样就够了。他是这么感觉的。世上也有一些老年人说，晚年的现在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或许那有一半是真的吧，但究竟是不是真的，别人无从知晓，因为谁都不会说真话，谁也不知道真相。到头来，知道老年生活真实模样的，只有自己本人。别人的老年生活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所以，人只能在自己的环境中过自己的人生。作者如此说道。年纪大了，不仅身体，心也会发生变化，例如变得固执，容易生气，失去耐心，牢骚和抱怨增多，担心和不安增加。这些变化容易发生，这绝非令人愉快的事，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。更进一步，作者还清楚的到了身体的衰老，年纪大了，
眼睛看不清，耳朵听不清，忘性增加，人名想不起来，动作变慢，力气变弱，这些变化都会出现。然后作者写道，我写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，但这就是衰老。确实，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尽是讨厌的事，但如果那是事实，就只能接受。作者如此说道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不活到100岁的不幸。人生100年时代，我们活到了能活得更长的时代。乍一听，这似乎是非常光明的说法，但作者从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句话的含义。他说，我认为这句话真正意味的，不是能活到100岁，而是到100岁之前都不会死。这有多么可怕！基于长期在医疗现场的经验，作者认为长寿未必就是幸福。我们听到人生100年，总觉得能一直健康的生活下去，但实际上，因长寿而产生的痛苦和不便，这些现实却很少被谈及。媒体只会报道超高龄却依然健康的人，什么食欲旺盛，能做俯卧撑，现在还工作着，尽是这类话题。而关于长寿的艰辛却很少被提及。作者说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信息，实际上是相当偏颇的，只有令人安心的话、光明的话被广泛传播，而不愉快的现实则容易被视而不见。例如，关于临终前的医疗，很多人也不了解。即使在现在，为了避免死亡，也就是仅仅为了维持心脏还在跳动，仍在实行许多无谓的措施。这样的现实很少浮出水面。作者还写了这样的话，只靠令人心情愉悦的信息就感到安心，这是危险的。即便是刺耳的话，有些事知道了对老后生活更有好处，不如说，正是那样的现实并做好准备，才是重要的吧。他说，日本人即使是微小的风险也会大为担心，有过度追求绝对安全的倾向，结果就被抗衰老、效果不明的健康食品等宣传牵着鼻子走。我们或许意外的很容易受到此类信息的影响。为了平静的老去，需要的是接受现实，也就是知足的想法，不是勉强把衰老和死亡推开，而是接纳他们。作者说，这很重要。接下来是第4部分，人生自会顺其自然。这里，作者引用了解剖学家杨老孟斯先生的话。杨老先生这样说，顺其自然。我真的这么想，人生只能顺其自然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但那听起来像是一种放弃。顺其自然的说法更轻松一些。当然，人并不是什么都不想的活着，会做决断，也会努力，但结果是否能如自己所愿，不试试看是不会知道的。而无论结果如何，归根结底，人生都是顺其自然的。杨老先生去年患上了小细胞肺癌，这种癌恶性度高，5年生存率仅为 11.5%。尽管如此，杨老先生据说完全没慌张。他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有1-2个癌症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关于死亡，他也这样说，我对死没有恐惧感，因为该害怕什么都不知道吧。能如此淡定，或许是因为他真的接受了顺其自然的想法。杨老先生说，自己不会设定什么人生目标，然后努力去达成。年轻时，人容易觉得自己在选择人生，但实际上，自己现在的状况不过是迄今为止各种条件叠加起来的结果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人生是必然如此的。他是这么思考的。后来，据说抗癌药治疗见效，癌细胞消失了，这样又能多活1年。杨老先生平淡地说，而他现在剩下的工作是制作昆虫标本。他说，家里还有堆积如山的没整理的昆虫标本，每天都很忙，与昨天一样的平静今天，与今天一样的平静明天，再加上只属于自己的小小乐趣，只要有这些，或许就对人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。作者还介绍了这样一段小故事。有一天，一对名人夫妇上了电视节目，他的妻子京子据说曾患乳腺癌，手术顺利，没有转移，住院4天左右就康复了。节目中，主持人这样问道，今后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先生这样回答，我非常喜欢普通的日子，不用去旅行，不用做特别的事，只是喜欢普通的日子。或许是因为经历过疾病，才感觉到普通的日子才是最好的。先生笑着说，我觉得不奢求的人反而更幸福。在当今社会，似乎拥有很多乐趣的人，积极追求幸福的人，更容易受到好评。另一方面，
什么也不特别去做，和昨天一样就好，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有时会被看作有些欠缺的人生。但作者说，我们或许奢求的太多了吧，要更快乐，要更幸福，想的太多，反而让自己疲惫不堪。作者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现在真实的心境，总觉得好麻烦，但也只能活下去。不过，即便如此的日子里，偶尔也会有暖暖的、开心的小事，这样就很好，这样就足够了。您觉得如何？说到底，老后生活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，不必被电视里那些元气满满的老人形象所裹挟，也不必因为自己无法每天都活得精彩而焦虑。没有开心的事，那就没有吧。日子平淡如水，那就平淡吧。接受身体在慢慢变化，接受心情时好时坏，接受人生本就是麻烦与温暖交织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正如作者所言，与昨天一样的平静今天，与今天一样的平静明天，这样持续下去，已是莫大的幸福。偶尔有点小乐趣，那是幸运，没有也无妨。活着本身就足够值得，所以不必勉强去寻找快乐，也不必害怕说出我今天其实并不开心，因为老去这件事，终究只属于你自己。别人的故事听听就好，自己的人生按自己的节奏走下去就好，放轻松，慢慢来。人生啊，自会顺其自然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